小伙伴们，你们最近有在追一部由三体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吗？剧中大致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三体文明向地球发出了危险的信息，地球人类试图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太空部队以及科学家和普通人的努力，阻止三体文明对地球的侵略。其实三体小说是一个三部曲，包括三体、三体2、黑暗森林和三体3、死神永生。作者刘慈欣出生于1963年，被誉为中国科幻界的国宝，他是中国科幻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三体获得了多项国内外文学奖项，其中国际奖项包括该英文版获得的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2014年度星云奖提名，并荣获2015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现在热播的电视剧主要是第一部的情节。三体问题是三体第一部小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三体问题是一个数学难题，旨在研究三个物理体在引力作用下的运动。在小说中，三体问题被描述为三体文明最重要的科学难题，并在三体文明对地球的威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三体问题真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科学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今天我们就要谈论物理学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三体问题。想象一下，你有3个天体，我们称它们为 A、B 和 C。它们由于引力相互作用，我们想预测它们随时间的运动轨迹。听起来很简单，是吗？但是实际上这是经典物理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问题在于找到分析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而数值方法高度复杂且不可预测。这就像是试图预测天气，但是针对天体，尽管它很复杂。三体问题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密切研究的主题。思考这些天体之间的复杂舞蹈，以及它们的运动对整个宇宙的影响，是令人着迷的。而且，解决三体问题甚至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历史上，瑞典国王奥斯卡2世在1887年为祝贺60岁生日赞助了一项现金奖励的竞赛，试图解决太阳系稳定问题，一种三体问题的变种。法国数学家庞加莱简化了问题，提出限制性三体问题，并运用乡土理论发现了混沌理论。虽然未成功解决问题，庞加莱仍然在1888年获得了奖金。他发现该系统的演变常常是混沌的，极小的扰动，如体的初始位置有小变动，可能导致最终状态的极大不同，且不能被测量仪器预测。著名数学家卡尔威尔斯特拉斯说，这项工作标志着天体力学的新时代的诞生，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庞加莱的论文描述了诸如同素点的新思想，虽有错误，但却导致了更多发现，现在被视为混沌理论的开端。结论就是目前尚未有任何完整的解决三体问题的方案。谈古就要论今，回到热播电视剧中的三体世界，维基百科称这是一个地球人完全无法想象的生存环境极端严酷的世界。三体世界有3个质量相差不大的太阳，根据牛顿运动定律，这3个太阳的运动轨迹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而三体人所在的行星被这3个太阳的引力交互作用，导致该行星的轨道高度混沌。当行星被一个太阳捕获并围绕之旋转时，三体人会暂时获得一段稳定的发展期，三体人称之为恒纪元。当行星未能被一个太阳捕获，太阳升落毫无规律时，这段时期被称为乱纪元。为此，三体人进化出了在乱纪元来临时脱水的本能以应对危机，但这并不总是有效的。由于3个太阳运行无规律，当行星过于靠近太阳时，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表面融化，过于远离太阳时温度又会过低。更可怕的是，当行星同时靠近几个太阳时，会因为引力的撕扯导致星体分裂。以上几种原因使三体文明毁灭了数百次，但尤为恐怖的是，因为相对太阳来说，行星的质量太小，最终会因为轨道的混乱而掉落到太阳中去，使三体人和三体文明永远消失。对于三体人来说，宇宙移民是唯一的选择。三体社会时刻面临毁灭的危机，因而进化出了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和完全不同于地球道德文化的价值观。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生存。最后绕了这么大一圈，三体问题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
然而，至今尚未有任何完整的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一个无解的，但是解决了又很重要的问题。小伙伴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你们也看三体小说和电视剧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以上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谢谢观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以保持对未来内容的更新。您的支持对我们非常重要。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